一起来看精彩短剧99次奔赴故事解说。沈清和男友程燕相恋整整5年，其中3年都维持着异地的状态。这漫长的异地时光里，沈清积攒下了99张往返沪城与港城的机票，每一张机票都承载着她奔赴这段感情的真心与执着。无数次都是沈清主动跨越1310公里的沪港航线，奔赴有程燕的城市，而程燕去往沪城的机票全程仅有寥寥1张。过往相处的点滴画面，清晰地烙印在沈清的记忆里。曾经她专程赶去港城，只为给程燕的课题组帮忙救场。可抵达之后，迎来的不是男友的心疼与宽慰，反而是程燕的催促与不满。程燕不停责怪他没能早点抵达。彼时的沈清身处异地他乡，不仅严重水土不服，还引发了全身过敏，身体早已疲惫不堪，甚至曾在机场安检口直接昏倒。可这些狼狈与辛苦，从未被程燕放在心上。即便如此，沈清依旧心甘情愿迁就。程燕忙于工作和学术，常常让沈清帮忙核对、修改数据，还屡次指出他之前的数据出现失误，反复叮嘱他仔细核对。面对男友的严苛要求，沈清从未抱怨，而程燕只会用温柔的话术安抚他，承诺等自己评完职称就带他出门游玩，让疲惫付出的沈清一次次选择妥协与坚持。在2人恋爱的岁月中，沈清始终在付出与包容。他刚结束外婆的葬礼，还没来得及平复悲伤、休整身心，就马不停蹄赶往港城参加程燕母亲的寿宴，尽力融入她的生活，顾及她的家人与颜面。可程燕对外的解释却丝毫没有提及沈清的奔赴与付出，只对外表示自己不放心实习生叶小雨独自前来，所以特意带队随行，顺带才来看望沈清。轻描淡写的话语彻底抹去了沈清所有的奔赴意义。后来沈清无意间看到朋友顾成野的朋友圈，动态里温柔写着护送我的小朋友，配图与文字都是偏向叶小雨的温柔。不等沈清深究，他就发现自己已经被顾成野拉黑。这一刻，沈清彻底清醒。这条往返3年承载了无数次奔赴的航线，3700次的起落震颤，见证的从来不是双向的奔赴，而是他一个人的单向坚持。他下定决心，这第99张机票将会是最后一次，往后他再也不会为程燕停留。时光流转，场景来到 A 大科技大学的校友捐助活动现场。这场公开的捐赠仪式即将正式开启。沈清作为出资捐赠的优秀校友、企业总监，盛装出席了本次活动。他身着一身精致正式的服饰，搭配一条质感高级的手工定制长裙，气质沉稳大方。现场有年轻的工作人员认出了沈清，连忙热情上前打招呼，主动提出帮他拿随身的包包，态度十分恭敬。沈清礼貌询问现场的座位安排，工作人员连忙指引他落座，还夸赞他今日穿搭正式得体。沈清坦然表示，自己此番代表公司前来捐赠，理应注重仪容仪表，端正姿态。随后，沈清细心留意现场布置，发现活动展板的位置有些歪斜，便主动提醒工作人员及时调整整改，确保捐赠活动流程顺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现场有外籍合作方发言，阐述着企业的捐赠诚意。仪式进行途中，现场的实习生叶小雨不小心打翻了水杯，水流瞬间打湿了沈清即将发言的演讲稿。叶小雨瞬间慌乱不已，连忙低头道歉，手足无措的想要擦拭水渍，不停自责是自己太过粗心。一旁的程燕立刻出声维护叶小雨，将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告诉沈清都是自己的问题，让他不要责怪叶小雨。面对突发状况，沈清全程神色平静，没有丝毫恼怒。他淡然开口，提及自己多年前就养成的处事原则：越是重要的事务和工作，越要提前备好备用方案，永远要有 Plan B。仅仅是一篇稿子被打湿，并不会影响整体流程。说完后，沈清便从容离场，打算更换衣物，取用备用稿件，准备后续的发言环节。离场等待的间隙，沈清的思绪飘回了学生时代。当年他撰写的论文数据意外丢失，眼看着辛苦多日的成果付诸东流，他独自在实验室崩溃大哭。彼时的程燕温柔又耐心，陪着他通宵熬夜恢复所有数据，还认真叮嘱他往后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一定要提前备份。也是从那一刻起，沈清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不仅做事会备份资料，心里也默默觉得感情同样需要备份。没有人能陪伴彼此一辈子，终究要学会为自己留后路。整理好状态后，沈清以优秀校友的身份登台发言。他真诚表示自己十分荣幸能够回馈母校，此次捐赠的所有资金将专门用于资助文学系家境困难的女学生，尽自己所能为学弟学妹们提供帮助。发言时，沈清看着自己领口精致的手工刺绣案纹，内心满是感慨。
这独特的纹样是他和程燕当年一同在意大利定制的专属款式，承载着两人曾经最甜蜜的过往。回忆涌上心头，往日的甜蜜对话历历在目。曾经程燕看着这件定制衣物，温柔对他说：“纵然款式奢侈，但只要是他喜欢，就格外值得。”沈清当时满心欢喜，笑着和程燕约定，往后自己所有的衣物都让他挑选，只有他挑的款式才最合身，最合自己心意。可如今物是人非，专属两人的甜蜜回忆早已被岁月冲淡。发言结束后，叶小雨再次找到沈清，满心愧疚地为刚才弄湿演讲稿的事情道歉，还委屈地告诉沈清，自己出错后，程燕一路都在严厉责骂他，恳请沈清不要怪罪自己。沈清心态平和，出声安抚了叶小雨。随后，叶小雨又主动搭话，夸赞沈清优秀又善良，还说起程燕时常拿沈清激励自己，告诉他沈清读书时为了帮程燕整理学术资料，通宵达旦也毫无怨言，格外敬业贴心。听着叶小雨的话，沈清内心只觉得无比讽刺。曾经他和程燕的恋人关系，众人皆知，心照不宣。如今两人早已渐行渐远，可叶小雨依旧一口一个学姐称呼自己，处处彰显着和程燕的亲近，模样耐人寻味。叶小雨毫无察觉沈清的疏离，继续自顾自诉说，称程燕对自己格外严格贴心，不仅陪自己寻找实习机会，还每日给自己带早饭，即便自己屡次推脱，程燕也会坚持盯着自己吃完。话音刚落，叶小雨才察觉自己失言，连忙闭口不再多说。一旁的程燕见状，立刻出声维护叶小雨，责怪沈清唯独对叶小雨格外严苛，对旁人却格外宽容。沈清见状，直接开口反问叶小雨，直指他身上的香水价格不菲，可叶小雨此前还以家境困难为由，向学校申请毕业生贫困补助，这般反差实在令人费解。叶小雨瞬间慌乱，急忙辩解这款香水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并非自己购买。沈清毫不留情，当场戳破他的谎言，直言自己曾在上个月的二手交易平台看到叶小雨售卖这款香水的空瓶，若是真是朋友赠送的礼物，绝不会随意变卖。不仅如此，沈清还指出叶小雨身上穿着的衬衫，正是当年他和程燕的情侣手工定制款。这件承载着他专属回忆的衣物，如今却穿在了别人身上。一旁的顾城也见状开口缓和气氛，劝解沈清不必如此较真。可沈清依旧冷静直言，自己只是正常发问。当年他为了定制这套情侣衣物，攒了整整3个月的兼职费用，耗费了诸多心血。如今专属自己的东西落在别的女人身上，任何人都会心生疑惑。说完这些话，沈清心情烦闷，起身打算出去透透气。沈清离开后，程燕立刻上前维护叶小雨，满心不满地指责沈清太过刻薄。他向众人辩解，叶小雨出身贫寒，从小地方考入名校，读书的补助微薄，女孩子心生爱美之心实属正常，自己只是赠予她一瓶香水而已。沈清没必要当众让她难堪，咄咄逼人。最后，程燕还惋惜地感慨，沈清早已不是从前温柔大度的模样，性格变得愈发尖锐。沈清听闻程燕的评价，只觉得无比荒唐，淡然回对他，自己曾经也满心温柔爱意，只是这份爱意早已被消磨殆尽。人心和感情都会随着经历改变。叶小雨见状，立刻摆出柔弱委屈的姿态，假意询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是不是惹沈清讨厌了。程燕连忙柔声安抚他，告诉他没有过错，只是沈清变了而已。捐赠活动结束后，项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工作氛围瞬间变得严肃紧张。项目对接的学校数据出现严重问题，不仅预算对不上，时间线混乱，整体数据更是错漏百出。程燕当即质问负责对接学校工作的沈清，追责数据出错的缘由。沈清冷静回应，自己昨日发送出去的文件版本数据完整，毫无差错。一旁的叶小雨立刻出声辩解，声称自己只是原样转发沈清发来的文件，没有进行任何修改，猜测是沈清导出文件时出现了问题。沈清早有准备，直言自己保留着完整的发送记录和原始文件，能够证明自己交付的版本毫无差错。如今文件出现多处错误，明显是被人恶意篡改。面对确凿的证据，叶小雨瞬间沉默无言。沈清没有就此作罢，严肃指出文件一共出现了17处数据错误，并非简单的小失误。他郑重提醒在场所有人，若是这份错误文件最终流转到客户手中，公司需要承担巨额违约金，后果不堪设想。随后，沈清目光转向程燕，直言这些失误都是他的爱徒叶小雨造成的，相关损失理应让程燕全权负责。叶小雨当场崩溃落泪，不停哭诉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昨晚核对数据直到凌晨3点，出示自己的加班记录证明努力，反复辩解自己没有恶意篡改数据。沈清见状冷冷反驳，熬夜加班却核对出满篇错误，
足以证明能力不足。原封不动转发的文件不可能凭空出错，直白点出叶小雨的敷衍与推脱。在场的程燕看不下去，立刻出声打断会议，让所有工作人员先行离场，单独留下沈清沟通。待众人离开后，程燕当即指责沈清太过较真，要求他大度一些，主动帮实习生叶小雨承担此次工作失误的责任。他表示，叶小雨入职不到3个月，只是职场新人，经验不足，犯错在所难免。若是因此被公司开除，档案留下污点，往后的求职之路会彻底受阻。程燕不断为叶小雨求情，诉说他的不易，称叶小雨出身大山，是全村凑钱供出来的唯一一本大学生，能走到今天格外艰难。沈清听着程燕的偏袒与说辞，内心彻底心寒，一字一句细数过往的委屈。他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也曾通宵熬夜帮程燕处理项目工作。当年仅仅因为一个小数点的失误，就被程燕当众严厉责骂，被告知学术不容许半点差错，职场没有任何借口。当时的沈清没有丝毫辩解，连夜整改所有数据，第2天准时交付完美成果。可如今叶小雨犯下17处严重错误，程燕却处处包容偏袒，以新人不易为借口，让自己妥协担责。沈清彻底看清，程燕的标准从来都是因人而异，对自己严苛至极，对叶小雨却无限包容，双重标准淋漓尽致。另一边的叶小雨彻底慌了，哭着跪在地上哀求沈清，恳请他不要上报失误，不要让公司开除自己。他哭诉自己家境贫寒，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自己根本无力承担巨额违约金，这份工作是他全家的希望。他愿意通宵整改所有数据，弥补所有失误。即便叶小雨百般哀求，沈清依旧态度坚定，明确告知他一切都为时已晚。沈清冷静地告诉叶小雨，是程燕教会他的道理，犯错就必须付出对应的代价，职场从来没有姑息和妥协。程燕见沈清油盐不进，彻底动怒，厉声指责沈清冷漠自私，不近人情。此时情绪激动的叶小雨突然跑到高处，做出极端姿态，现场瞬间陷入混乱。程燕见状心急如焚，一边安抚叶小雨，一边将所有过错归咎到沈清身上，愤怒警告沈清，若是叶小雨因此出事，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恍惚间，沈清想起多年前的往事，曾经他被人诬陷学术抄袭，深陷困境之时，是程燕坚定挡在他身前，正直勇敢地为他辩解撑腰。可如今，同一个人却为了另一个女人，逼迫自己妥协退让，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怪罪自己。混乱之中，叶小雨突然倒地，哭着向赶来的程燕告状，声称是沈清故意推倒自己。程燕当即怒视沈清，勒令他立刻道歉。沈清神色淡然，坦然否认，表明自己从未触碰叶小雨，一切都与自己无关。面对程燕的质问和叶小雨的卖惨，沈清内心毫无波澜。他清楚对方只是想借助柔弱姿态博取同情，颠倒黑白。就在这时，叶小雨再次慌乱开口，主动坦白了另一件事。他声称自己并非有意针对沈清，此前校庆展馆展出的一件旗袍，是他不小心打翻药水弄脏，原本想着送去干洗修复，结果不慎将衣服洗坏。他直言这件旗袍是沈清借给学校展出的展品，自己真心想要弥补过错。听闻此话的沈清神色瞬间变冷，立刻追问衣服的下落。这件旗袍并非普通衣物，是他外婆留下的民国苏绣古董嫁衣，纯手工打造，拥有正规鉴定证书和购买记录，价值68000元。叶小雨得知一件旧旗袍竟然价值68000，瞬间满脸震惊，直言无法接受这个价格，觉得沈清是漫天要价。程燕见状，再次习惯性维护叶小雨，劝说沈清得饶人处且饶人，认为只是一件旧衣服，没必要紧抓不放。他表示叶小雨并非故意为之，而且已经主动道歉，还因此受伤，希望沈清能够大度退让，和解了事。沈清彻底看透两人的态度，不再多余争辩，直接提出报警，走正规程序处理。叶小雨瞬间慌了神，哭着诉说自己家境贫寒，根本无力承担这笔赔偿，弟弟的学费尚且没有着落，实在拿不出巨额赔偿金。就在叶小雨走投无路之时，程燕突然开口，主动提出替叶小雨赔付这笔费用。程燕直接从他和沈清的共同存款账户中转出68000元用于赔偿。这笔共同存款是两人异地3年来积攒的所有积蓄。3年间，沈清省吃俭用，程燕熬夜接项目，辛苦打拼，每月固定向账户存钱。两人约定好攒够首付，就结束异地，在同一座城市买房结婚，安稳共度余生。可如今，这笔承载着两人未来与期许的结婚首付，却被程燕毫不犹豫拿来替别的女人弥补过错。看着转账记录，沈清心中最后一丝对这段5年感情的眷恋彻底消散。
他平静地告知程燕，随着这笔68000元的转账，自己对这段感情的所有情谊已经彻底抽离，荡然无存。本以为事情就此落幕，后续沈清却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得知自己已经撤回了对叶小雨的投诉，还主动为叶小雨撰写了优秀研究生参评推荐信。沈清满心疑惑，自己从未做过这些事。追问之下，他才知晓是程燕私自伪造了他的电子签名，代为递交了相关材料，一心只为帮叶小雨抹平过错，争取荣誉。得知真相的沈清不再心软，彻底放下所有顾虑，不再妥协退让。他直接实名举报了所有问题，不仅举报叶小雨核心期刊论文数据造假，还举报程燕伪造签名，学术不端。举报过后，相关部门效率极高，很快就发布了处理通报。学校暂停程燕的所有工作，取消叶小雨优秀研究生参评资格，同时深入核查其论文数据问题。一旦查实造假，叶小雨的博士毕业资格也将被取消。接连的变故让程燕彻底失控，他怒气冲冲找到沈清，满心怨愤地质问他为何如此狠心，非要彻底毁掉叶小雨的前途。程燕直言，叶小雨只是单纯喜欢自己，这份心意没有任何过错。沈清听闻只觉得无比可笑，当场戳破程燕的自欺欺人，反问他早就知晓叶小雨对他的好感，却从不主动避嫌，任由叶小雨穿着自己的情侣衬衫，深夜给自己发消息，默许对方将自己视作假想敌，心安理得享受着对方的崇拜与讨好。沈清细数两人5年的感情，坦言自己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哪怕他没房没车，自己也心甘情愿相伴，愿意和他一起努力奋斗，扎根生活。可程燕却从未珍惜这份真心，肆意消耗，肆意偏袒。就在程燕试图辩解挽回感情之时，顾城也突然带来了重磅真相，彻底击碎了程燕的自我感动。顾城也告知程燕，叶小雨从来不是单纯爱慕他，只是刻意攀附利用。叶小雨同时撩拨3位有家室的男性，早已打探清楚程燕即将升职，笃定抱住他的大腿，就能借助他的资源和人脉顺利留校，安稳立足。他爱的从来不是程燕本人，而是他的职位、资源和前途。真相赤裸裸摆在眼前，程燕瞬间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错得离谱，被叶小雨的伪装和柔弱彻底蒙蔽。他瞬间崩溃，放下所有身段，卑微祈求沈清的原谅，想要挽回这段5年的感情，承诺自己往后一定会改过自新，好好待他。面对程燕的忏悔与挽留，沈清格外清醒冷静。他直言，两人的感情早在程燕动用买房首付替叶小雨赔偿的那一刻就彻底结束，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他一针见血地点破程燕的真实心思，如今之所以回头求和，不过是因为被叶小雨欺骗利用过后惨遭抛弃，事业和感情双双落空，走投无路，才想起自己这个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心软好说话的前任。若是叶小雨依旧刻意讨好依附他，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更不会回头。被戳破心思的程燕彻底失态，死死纠缠着沈清，甚至扬言愿意辞职放弃一切，追随沈清去往任何地方，只求复合。沈清看着他狼狈偏执的模样，内心毫无波澜，彻底斩断了所有念想，正式向他提出分手，彻底结束这段纠缠5年，耗尽自己所有真心的感情。经历这场彻底的情伤与蜕变，沈清彻底专注于自身事业，凭借出色的能力，顺利拿到升职通知，即将调任欧洲总部工作，彻底脱离了所有是非与纠葛。另一边，程燕终于看清叶小雨的真面目，愤怒质问他为何刻意欺骗、利用自己。叶小雨不再伪装柔弱善良，露出了自私虚荣的真面目。叶小雨直白坦言，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在利用程燕，根本没有半点真心。他嘲讽程燕一无所有，无权无势无钱财，给自己的只有一件廉价衬衫，还要被他要求手洗，远远比不上其他追求者的大方阔绰。别人每月给他的零花钱都抵过程燕半年的收入。他直言程燕自作多情，自我感动，是他自己贪图被崇拜的感觉，甘愿被自己拿捏，如今落得满身狼狈，纯属自作自受。两人彻底撕破脸皮，互相争执，场面极度混乱。争执的画面被等候在外的记者全程拍下，相关录音和视频被曝光后，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高管骚扰实习生与实习生被长期纠缠等词条迅速发酵，舆论一边倒谴责程燕，即便后续录音完整曝光，众人看清是叶小雨自导自演，刻意碰瓷，程燕的名声和事业也早已彻底崩塌。后续经过法院审理，程燕因故意伤害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曾经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企业高管彻底跌落谷底。叶小雨心机深沉，刻意构陷他人的真面目被公开后，也彻底身败名裂，无处立足。经历这一切的沈清，
早已彻底释怀放下。他从不关注两人的后续境遇，一心奔赴自己的全新人生。远赴欧洲工作后，沈清的生活变得充实且自由，全身心投入新市场、新团队的工作之中。工作之余，他不再浪费时间等待任何人，迁就任何人，主动报名攀岩课、法语课、插花课，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提升自己、取悦自己，生活充实且热烈。即便彻底分开，程燕依旧没有放过沈清。得知沈清远赴欧洲发展后，他特意办理短期签证远赴欧洲，屡次蹲守纠缠沈清，卑微祈求复合，声称自己早已知错悔改，愿意放弃一切重新开始。可沈清早已心如止水，对他的所有说辞都无动于衷，冷漠疏离，彻底划清两人的界限。程燕的人生彻底走向衰败，境遇一落千丈。他出资购买的房子因无力还贷被法院查封拍卖，母亲也因他接连不断的丑闻和荒唐事气急攻心，突发脑溢血，抢救后落下半身不遂的病根。他本人背负不良记录，求职屡屡被拒，彻底失去了学术和职场的发展机会。曾经追捧他的媒体转头曝光他的所有黑料，让他身败名裂，无处立足。缓刑期间，他只能靠着社区服务、扫街扫厕所度日，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患上重度抑郁症，每周都需要定期就医治疗，生活困顿潦倒。反观沈清，早已走出过往情伤，活成了自己的光。他将外婆的古董旗袍找老师傅精心修复，妥善珍藏，将自己摄影展的全部收益，一半孝敬父母，一半捐赠给山区女童，温柔且有力量。3年期满调回国内后，沈清直接空降出任亚太区并购业务总监。在竞争激烈、刀光剑影的资本市场中，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屡屡拿下优质项目，实力碾压一众同行。面对业内长辈女性太过成功会影响婚姻归宿的劝说，沈清从容淡定回应：世界辽阔宽广，人生的价值从来不由婚姻定义，女性的底气和未来从来都是自己打拼而来。曾经的她，为了一段不值得的异地恋，耗尽5年青春，满心奔赴，委曲求全。如今的她，独立清醒，自由坦荡，手握事业与底气，挣脱情爱桎梏，彻底活成了潇洒肆意、前程似锦的模样，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风和自由。